普丁也到了，中国大陆的侦察机也在鹿儿岛啊，也在长崎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日本啊跑去鹿儿岛去试射12式导弹，瞄准的就是上海。那各位想想，中国大陆怎么可能容忍？所以大陆的解放军的一篇文章就谈到了，今天会发生在长崎、广岛的，不代表明天不会发生在你日本的其他的重大的地方。我觉得日本自己小心。不过，日本它现在的对外关系看起来有大的挑战，除了中国大陆之外，现在跟俄罗斯啊已经进入了全面的紧张戒备的状态。包括您看到普京啊，他全程穿着完整的海军军装，跑去哪里？他登岛了。他登上了所谓的南千岛群岛，在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争议岛屿，宣示主权去了。好，所以你看到，虽然日本一直不断的抗议啊，可是普京才不管呢。哦，高市早苗就发话了，他说啊，我们是从国际法来看，从历史来看，北方领土都是我们的呀。哦，普京的访问冒犯了我们日本人民的感情，绝对不可以接受。可是你说归说，抗议归抗议哦，你跳脚归跳脚，俄罗斯才不管你。包括你看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他就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的协定，还有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就是俄罗斯的哦。所以你看到这个领土的争议啊，当然过去很久以来都有。哦，可是现在看起来已经浮上台面了，而且普京还亲自登岛，全副武装。哦，那普京第一次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本的外相呢就把这个俄罗斯的大使召来抗议。日本媒体说，俄罗斯抛却对日本的顾虑，因为可能过去一段时间，普京还有一些顾虑，要不要这么做，要不要那么做，手段会不会这么强硬？哦，可是这一次啊，普京登岛，它的意味就意味着俄罗斯已经抛却这种对日本的顾忌，我不给你留情面了，我就直接宣示主权，直接登岛了。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侦察机还有一些船舰，经常在这个区域活动。日本的防卫省就说，礼拜三有一架中国的运9它这样飞越长崎县单上列岛以南的东海，然后转向西南方，飞越冲绳本岛西北方向，然后再回到中国大陆的方向。那自卫队，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就很紧张，立刻升空他们的战斗机也在旁边作为一个这个戒护作为一个这个领土上面的一种宣示。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日本想以军兴京，做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春秋大梦吗？大家先来看看这是这个中国大陆对于日本他们在可能的修改宪法的范围里面，或者是去观察他们公布的所谓的防卫白皮书的内容，他们就去抓了抓到一些蹊跷。虽然它的封面看起来很卡哇伊、很可爱，因为它是用漫画的方式当做封面，可是你仔细看看它的内文，598页，创历史新高，而且第一次把发展防卫产业直接跟经济成长、科技创新还有民生效益挂钩那所以中国大陆就认为日本政府正透过扩增军费，扶植军工企业以及放宽武器出口，想要做一个叫做军事凯恩斯主义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和政策。虽然现在中日的关系已经到了冰点，可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前总理朱镕基去世的关系，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也向习近平包括这个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表达了哀悼之意，这是一个外交礼节。来，请赖老师。普丁这次到南千岛群岛，它的意味非常明确了。那也就是说，过去日俄有所谓的这个南千岛群岛，日本叫做北方四岛的争议，现在没有争议了。也就是说，从二战以后，就是由俄国掌控的这4个岛屿都是俄国的领土，所以俄国已经关掉跟日本讨论、协商谈判的任何大门。那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么威望这么高的一个总统到这个地方来视察，这代表这个领土不可能再跟日本做谈判、做交易了。那日本当然跳脚以后就这个日本的外相就召见了这个俄罗斯驻日本的大使，但是俄国驻日本的大使表达抗议、表达谴责，说你没有权利召集我，你没有权利召见我。所以他表达强烈的抗议。
那就等于是2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就吵起来了啊。日本的外相本来想教训他一顿，结果这个大使反过来教训这个外相，那2个人就不欢而散。那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驻日本的大使跟中国驻日本的大使联合发表声明，因为8月15号明天就是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的日子。日本到今天为止没有对于这个他所侵略的国家有认错有道歉，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道歉，也没有任何认错，而且又要发展军国主义，所以中俄2国的大使联合声明谴责日本他在走军国主义。我觉得也就在这一天这个俄罗斯的外长讲的一段密信，这个密信就极尽讽刺调侃日本的外相茂木敏充的能事。我们看到他就这么说的，我们就可以联想到当时茂木敏充他怎么编故事的这个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他说他们到菲律宾去参加会议的时候，东盟外长会议的时候他说茂木敏充他那时候坐在椅子上，茂木敏充走到他后面来，拍拍他的肩膀，然后他就转过头来看，茂木敏充站着，他坐着，然后茂木敏充就拿手来跟他握，他就回手握一下，茂木敏充就说很高兴我又能够见到你讲完了以后，然后这个他还没有回答，然后茂木敏充就再见了，他就走回他的位置。结果对外就发表一个声明说，他跟俄罗斯的外长经过意见交换讨论日俄的关系，还有地区的情势。然后俄国的外长就说，我们真正的情况就是他来找我，然后跟我握手，结果他说很高兴又见到我，然后结果他就走了，结果他就编了这么多话。这些话就跟他当初去堵王毅是10+1的外长会议，开完会以后他离开了，然后日本的外相跑去人家门口去堵人家也可能就很高兴见到你这个王部长，那可能人家看到他就握个手就走了以后，他马上说我跟中国的外长已经充分的交换条件交换意见了，我们讨论了中日的关系跟区域的关系。这样蹭观众朋友，这样搞外交脸都丢光了。第一次的脸被大陆打脸，说根本没跟你谈这一次的脸被俄罗斯打脸，说我还坐着嘞，我连站都还没站起来嘞，你也站着跟我握手，我坐着跟你握手，好像我是老板，你是伙计。这样的一个情形，你可以看看日本的外交玩到这个地步。所以俄罗斯的发言人他就讲了，他说日本现在把跟俄国的关系搞得这么坏，就是高市早苗搞出来的嘛。所以高市早苗现在您可以看到，他跟俄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他跟中国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俄国的舰队现在不断的在日本的四周来航行，甚至军演都在日本海这个地方，在这个实施军演。而普丁也到了，中国大陆的侦察机也在鹿儿岛也在长崎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日本跑去鹿儿岛去试射12式导弹，瞄准的就是上海。那各位想想，中国大陆怎么可能容忍？所以大陆的解放军的一篇文章就谈到了，今天会发生在长崎、广岛的，不代表明天不会发生在你日本的其他的重大的地方。我觉得日本自己小心，你要发展核武，你自己本身一定是一个核武的在受打击的过程。是。来，将军怎么看？这个普丁呢，登上这个俄罗斯所讲到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讲的北方四岛。我认为这个普丁上了那么久第一次踏上落实主权，就那么清楚。他以前从来没有去过，还穿军服。对，他这个讲得很清楚，他这个政治意涵非常非常的重。以前都没有去过干嘛这一次就要去？他就是扎扎实实的，就像日本就是知道了这一个，而且他选的是最大岛，因为慈武、泽捉、国后、色丹这4个北方四岛里面呢，最大的岛叫泽捉岛。泽岛，你看它现在那个俄文名字叫做伊图鲁普岛，就是这样。它挑最大的3000多平方公里，3100这北方四岛里面，光这个伊普鲁普岛
总共就是占了63%，我就选个最大的，跟日本做一个政治宣示。那日本在这方面，我认为日本的整个国家战略规划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看历史，从1905年日俄战争开始，那个日本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对峙、这种政治的紧张啊，一直到延续到第2次世界大战，日本是个战败国，那个俄罗斯那叫苏联出兵东北，直接把这个99万，因为包含这个伪满洲国加上日本的关东军，总共加起来99万，通通给镇住。日本在8月15号无条件投降，就是这样。所以从1905年到1945年这50年当中，他们所结下的这种对立战争、彼此这个作战的这种仇恨抹不过去。那日本现在走强硬路线就走错了，他要回这北方四岛是要走软性路线，他走硬的刚好就相反。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啊，它具有3大优势，是日本永远没办法比过的。第一个，俄罗斯是领土大国，俄罗斯的领土哦是日本的47倍，日本37万平方公里，俄罗斯1700万平方公里，多大？47倍，有领土优势，横跨欧亚。对俄罗斯的领土优势就把日本给镇住。第二个，战略环境优势，你看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军事互动，那大家不要讲，都非常的频密。俄罗斯跟北韩更不要去讲了。这一次，这个我们所知道乌克兰战争，全世界就包含北大西洋公约，没有国家正式出兵帮乌克兰。北韩正式出兵呢，去帮助俄罗斯去打仗，还蛮能打的嘞。你看看，换句话说，他们都是这个军事上的这种紧密的合作跟互动啊，是超乎日本的想象。那到现在为止，其他国家有没有去帮助乌克兰？没有，就给武器，就是这样，给武器让乌克兰人自己送上战场。那第三个优势我们知道，俄罗斯是核武大国，俄罗斯的核武的数量超过美国的。那这样的话，它也是核武大国。那核武是战略武器。那这个日本到现在为止是全世界全人类第一个遭受核武攻击的国家。怕不怕俄罗斯在这一方面的战略核武或者是战术核武？当然有所忌惮嘛。所以日本他走强硬路线，那时候走不通，那一定是走不通的。但他却走强硬路线，所以整个路线呢，战略路线如果走错了，再好的战术努力都是无济于事。我们都知道，整个战争呢，从战略到战术到战斗到格斗，你这个一系列啊，都要向下指导，向上支持，这很清楚的。如果你战略错误，你下面再努力，那都是白费功夫，事倍功半，甚至有的时候甚至会一败涂地。所以国家战略是非常的重要。那高市早苗在这一方面走错方向了。你看他高市早苗努不努力？很努力。他甚至他说一天睡2个小时，就说我没有睡觉，我都没有睡。你看他忙了这个努不努力？很努力，但是却是事倍功半，走错了方向，就是这个结果。可是还是希望他可以睡觉，因为如果你不睡觉的话，你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对，不相信有人，对，我才不相信有人快1年了，每天睡2个小时。这个有点超乎人类的极限。这个不是人类啦。对，董哥。我觉得他是要博取老百姓的同意的满意，因为他去年10月上任以后民调曾经高到70%几嘛，那他现在的民调41而且在往下坠，所以你要看高市早苗你要看几个重大的事件。他一刚上来死抱美国嘛觉得美国可以给他做依靠，那现在呢？现在发现好像美国自己都没有那么靠谱了，对不对？大家看到情况就这样，那要观察高市早苗明天请看，明天8月15号。他会不会去靖国神社？绝对不会，吓都吓死了，对不对？他认为的靠山就没办法让他靠啊。那现在整个民调往下坠是为什么？因为经济受影响了嘛。他中国大陆不要认为说中国大陆好像拿他没办法，有办法他们是一个结盟，这结盟就是你现在稀土不给你的话，你很多东西都没有。日本人派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员工去偷，还被逮到都难看，对不对？到台湾偷拿台积电的机密，被逮到赔钱，那工程师现在这3个都通通被判重罪，你知道吗？所以日本就是搞这种偷偷摸摸的。那现在普丁代表是什么？普丁现在俄乌战争打了4年多，我们在台湾看媒体，哇，乌克兰无人机又把谁炸了又炸了，
我告诉你，普丁在表现他的从容啊，我还是游刃有余哦。我穿军服，我到北方四岛，我们纠缠了5、60年，你们搞不定，我一站上去，最高领袖到这里就表示这就是我们的，就这么简单。军人到一个岛就代表国家，你知道吗？大家看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也没有怎么样，他就解放军派几个人过去，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军营，宣示了这个就是中国的土地，就这么简单。他解放军有没有出来干嘛？香港发生反送中，他有没有出来？没有，通通没有出来。但是这个宣誓的意义，国际上都看到了。军队就代表那个，我们过去啊，大家看到哦，最丢脸的，我们过去那个岛南沙岛那边啊，哦，现在是海巡啊，以前是陆战队啊，以前是军队，现在变警察。海巡跟警察比较像嘛，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其实是一个撤退。我老实讲，就我自己的感觉来撤退，金门的军队越来越少，少到剩3000个。我也觉得就是一个撤退。你每天讲自己都那个，你要把军队摆出来，才表示你国家的坚定立场嘛。老百姓看到军人，看到他其实是心里是安定的。我们的部队在这里，那种安定的感觉不一样。好，那当然我讲普丁他这个动作，你就可以看到他在宣誓嘛。那宣誓这种动作出来的话，所有的可以看到，日本在俄乌战争里面是拿很多钱、很多物资给乌克兰，100多亿耶，还帮他假装什么人道救援什么什么，还送他很多发电机，因为日本不能输出武器嘛，对，那时候送出100多亿，普丁还一点颜色给你，你日本还跟菲律宾想在南海划地界，你北方四岛我就把你粘上来，你一句话都不敢讲了，自己认为自己的土地都撤成这样，还在讲要帮别人划边界，是没有错。不过我们来看看伊朗跟美国打仗打了5个月，现在没有落幕，可是伊朗的最高领袖这是军方革命卫队的总司令，他发话了，他说我们在跟美国作战的5个多月里头，我们有好多的经验，而且没有想到美军比想象中还要更弱啊！所以美军已经被看破手脚了。所以看到呢，伊朗就说你要攻击别人，你要先垫一垫你自己的斤两要付出的代价。川普现在当然很担心有人会暗杀他，所以你看到这个画面是他在打高尔夫球，在打小白球的时候，旁边居然有一个移动式的防空飞弹，哇，这个看起来的确是出动了大型的防空飞弹在帮他呢这也是被捕捉的这个一个画面。这个发射台装备了可以发射毒刺地对空短程飞弹的复仇者系统它的画面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川普在这边打小白球，旁边就是移动式的防空飞弹的画面所以这个真的是花了很多的钱这个大张旗鼓来保护总统打小白球。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因为他很怕被暗杀，在土耳其他本来要搭他的空军1号要离开的时候可能是有收到情报说有人要来暗杀总统，所以他就偷偷的假装有登上空军1号，然后呢跑去餐车先躲起来，然后再上去另外一架军机。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呢被媒体披露出来之后，伊朗这边就抛出了各种的梗图就是在笑他啦这是梗图，这不是真的这是 AI 做的，就说川普躲到餐车里面要躲避这个暗杀那另外我们看到白宫的美女发言人李维特她突然宣布辞职，她的理由是说因为她家有小 baby 嘛，她回去跟小朋友一起然后照顾小孩。可是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就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川普躲到这个餐车然后跑到另外一架军机去，可是把你留在空军1号，所以你很生气那当然各种的这个流言蜚语像这样的揣测就出来了。可是人们也在谈论李维特离开之后谁会来补他的位置呢？现在有一个说法是华裔的一个叫张正熙这个人图片在这里，可能会接任他的位置，变成白宫的新闻秘书。他这个人张先生张正熙他是华裔的，他是出生在美国，可是爸爸妈妈是从中国大陆移民过来的，他的言论非常强硬，被称为相扑手今年是44岁，不过这个人事命令都还没有发布。而另外我们再看到这个美国重拳再度瞄准中国大陆他大刀进口无人机
计关税哦，就是有一些无人机的零件啊，各个方方面面啊，它去征收100%的关税哦。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当然就是希望美国自己的无人机可以发展起来，减低对中国大陆哦，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依赖。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哦，包括哦现在有一个排行榜哦，这个叫做 Open Loader 的每一周的排行榜上面可以看到 DeepSeek 等哦，这个有中国大陆的这个国旗的标志跟美国的国旗的标志，它大概就是标示着说全球排名中的哦排名第一哦，这个前面10名大概 AI 模型中的8个，大家最常用的 AI 模型中的8个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只有2个哦是来自于美国哦，所以这也是一项警讯，对美国人来说，包括祖克伯他就讲了，他说中国大陆跟美国在 AI 上面的竞逐，美国很难跟中国大陆抗衡，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美国在基础建设上面非常困难，包括他们自己 Meta。他们本来要砸大钱，本来就是要预计砸下最高1450 亿美元投资 AI 的硬体设备，可是很多地方有人在抗议，很多地方社区反对啊，所以他们也变得有点挚爱难行，就算你要砸大钱也很困难。来请教赖老师。美国跟伊朗打了这么几个月的战争，美国的军队的特性有几个，第一个。他们的战术、战略、战法太老旧了，啊，他们完全没有个更新，啊，所以这支部队真的不行了。他们的国防大学啊，其实也都不行了啊。为什么？因为俄乌战争打了4年了，新的打法已经早就有4年的战争的经验的验证。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在1991年第一次的波湾战争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在国防部服务。我们为了那个战争，我们一直在研究。那时不是发生在我们，那是发生在美国跟这个伊拉克的一个战争，跟海珊。我们研究了，然后去了解美国跟伊拉克的打法。那我们研究到非常的细，写成很多的研究案来发给各个军队的军官来做研读。那时候我在国防部，我们都在做这件事。可是你想想看，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了4年的战争，这种无人机。导弹、无人机搭配的使用，已经在这个战争中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可是你看，美国对于伊朗所使用的无人机跟导弹的搭配使用，它毫无章法，而且毫无应对之策。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代表说美国已经落后了。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军人还是一样怕死，怕得要命。也就是说，他的这种飞行员，例如说战略轰炸机，我们都知道。这种重型的战略轰炸机，它基本上要对于有价值的军事目标，它会构成更大的威慑力量，而且更大的摧毁力。但是它要往前伸，美国基本上不太敢，所以它都用 ATACMS 的这种陆对陆的这种精准的导弹。那很快的，你看它都消耗光了，消耗到说我的库存都没了。然后要不就是防空系统打到连他的士兵都不敢回到营区里面，住在这个民宅里面来住。你想想看，这种贪生怕死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这样的一个平常安全的时候很勇敢，我就想起台湾也有很多人在安全的时候很勇敢，一旦碰到危险的时候，那就真的是慌乱无章法，被伊朗瞧不起了。伊朗说你这弱鸡一个地面部队讲了半年了也不敢出。然后海军躲得远远的，空军也不敢贴进来就永远在很远的地方来对我瞄准打仗，就是每个人怕死怕成这样。结果在那个军人怕死也就算了，总统更怕死总统竟然出卖他的阁员，上了空军1号飞机，再从另外一个侧门去坐餐车，那个餐车嘣推那个下来，然后偷偷的开到C-32这个32A 的这个运输机，然后就飞走了结果留下他的阁员、他的国务卿、他的财政部长、他的发言人，全部还有一些记者，就变成诱饵了变成这个伊朗很有可能的诱饵，每个人就这样坐飞机飞起来了。这个简直是出卖他的所有的来帮他服务的团队，自己先溜回美国，溜到英国去，然后接着这个专机再到英国。各位想想，这样的一个领导人真的是了不起丢脸丢死了。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了，他说我换了飞机，可是问题是只有他跟他的特勤人员上飞机走了，而其他的人都被丢在空军1号里面当诱饵。观众朋友，包括发言人，对，所以他干脆还是升了不干了。
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原因了，可是外界有揣测 ，maybe 是因为这个原因。请教将军怎么看美伊战争打到现在？我认为这个伊朗它有3大让美国在这方面招架不住。第一个，它的战争忍受度大，这样子，因为它的战争忍受度大，它平常做战场经营、战力防护、战力保存都先做好，因为将来可能要打仗啊。它这个战争忍受度就比美国强，因为美国对战争的消耗，它会锱铢必较。那有损失一个人，他就有一点点怎么样了？那伊朗不会哦，因为要打就打，军人怕什么就开始开干，所以战争忍受大哦就不一样，他跟你耗下去。毕竟伊朗经过美国的经济制裁，经过美国的武器禁运40年，他能够熬下来。你发动战争对伊朗来看，它也就是一个平战转换而已。所以伊朗在这方面平战转换就很快，战争忍受度就很好。第二个呢？它的国防工业潜力大，你看它被美国大举轰炸破坏完毕之后，它伊朗因为它面积也很大了，164万平方公里，它整个伊朗的东部开始继续生产，赶快生产。我们这前面呢已经被美国炸得差不多了，赶快国防工业潜力马上恢复，进行波斯报复，真实承诺继续报复100波次，让美国在这方面呢也分身乏术，疲于奔命。所以它的国防工业潜力啊是美国所忌惮的，因为它可以地下化生产，美国在炸，上面让你炸吧，但是下面你炸不到啊。山洞里面还有这个地下化的里面，你炸不到啊，你所能够破坏的毕竟是有限啊。所以战争潜力、国防工业潜力，这是一个战争必须具备的一个胜利的要素，非常重要，因为它代表了持续战力。没有战争潜力，你的持续战力就会受限，你可能要仰赖外面的这外援过来，但是外援并不是马上就可以到位的啊。而且还有其他国际因素、客观因素的干扰。第3个就是它的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战场经营，在这一方面呢，它比美国来的深入。因为我们知道，在它的经营这个波斯湾还有荷姆兹海峡，在这方面的控理，美国当初没有想到，结果没想到在这地略方面，伊朗在这方面的经营蛮深的。对，所以现在伊朗就在笑美国，你没有本事还敢来打我。交给董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美伊战争打到现在的话，它已经变成一个笑柄。美国完全，大家这怎么会打成这样？各位，他什么时候打？2月28，现在已经8月，快半年了。川普骑虎难下，因为川普一身行径就是偷偷摸摸，趁你不注意就打你，然后觉得对方就会马上投降。他没想到碰到一个这样沙漠的国家，那他们。这个月底要从伊拉克全部退兵，伊拉克的军队要全部退兵，在那边20年了，也撑不下去了。为什么在那边那些阿兵哥好高兴因为在伊拉克搞不好被伊朗打，伊朗都打周遭的美军，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现在的军队散漫。我们前几天看到最大新闻说，林肯号那些阿兵哥都要跳海自杀，不想在舰上，宁愿跳海自杀。你要想说，怎么会部队搞到这样没有？因为川普在搞他自己的，他以为他偷袭成功，他的声名就会大噪，然后对他的期中选举就会很漂亮。结果期中选举越来逼近，11月3号，你如果照这个选票下去的话，他现在众议院大概不保了，众议院435席统统改选，参议院改选1/3，要把它扭过来变成民主党变最大党，大概比较不容易的但是其实我们看各方的选举，对他来讲好像非常不利。他现在的民调31%稍比高市早苗还少10%，两个就是都是倡议那种战争的精武的。那这个其实，在我们全世界来讲，大家都看了这些战争都不想打仗了。那我有时候看因为川普现在他把他的寄望放在说9月习近平来能不能为他加分，那这个两国领袖见面，他现在时间可能被缩短。因为美国一直弄一些动作嘛。好，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观众朋友，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浅见国造录音档外泄，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包括郭喜、包括黄曙光去告了2个人，徐巧芯、吴子嘉，就说你们涉嫌，因为这2个人嘛，像徐巧芯他是国会议员，那吴子嘉他是名嘴嘛，就说你郭喜啊，你黄曙光啊，有一些包括贪渎啊这些疑似的弊案，
经过这个调查哦，检方认定哦，这些人言论涉及国家国防自主与军事安全政策，没有逾越合理的评论界限。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徐巧芯、吴子嘉哦，不起诉是 OK 的，你可以评论，我可以质疑，可能在潜舰国造这件事情有弊案，你可以怀疑呀，哦，没有脱离这个范围。另外，我们来看看呢，包括各种军工品的建造以及采购。大家都知道，里头可能会有一些水很深，有没有人可能拿到了一些利益呢？作为媒体，作为在野党，当然要严厉的监督啊。包括无人机634亿，今天在立法院哦，这个预算已经通过了哦。那我们来看看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包括汉翔，包括雷虎哦，这2只股票盘中急拉涨停，欢呼啊！逾4万张排队抢买，所以上一个节目啊，上1个小时，陈慧文就讲说，这个有没有人知道消息哦？刻意有一点中间会有一些得利的空间呢？我们看到汉光42号演习哦，最近不断的有各种的演习项目，雪隧风阻发生了小意外。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这是国军13号在高工局头城公路段举行的雪山隧道封锁的这个缩短距离实兵演练。可是无人机原本应该攻击的轻型战术轮车车顶的气球标靶。不过反而击中了车辆后方一名官兵的腹部就是这个在这个演习的意外这个自杀无人机精准的命中敌军可是跟原本设计的一个部分不太这个对称。那美军护台海，现在我们看到可能会力不从心，因为太平洋的海域将有一段时间可能没有美国的航舰部署，这就是我们昨天说的林肯号，因为长时间部署。舰上的官兵们已经有心理健康的问题所以呢，华盛顿号它是以太平洋母港的，还有华盛顿号已经开始朝中东的方向航行，准备接替，要不然会出大乱子。去接替林肯号，我们太平洋海域这里将有一段时间没有美国的航母在这里了。而我们看到川普他下令改回蒸汽弹射这件事情，我们之前也有讨论有人就说你在走回头路啊大家都是用电磁弹射啊，你现在要改回蒸汽弹射，这样一来一往要烧掉数十亿美元。美国在方方面面，尤其在军武的竞争上，看起来已经落后了包括你看天上飞的中国大陆第5架6代机现在已经上天了，已经在飞了竞争型美国的 F-47还在画图各种原因，所以呢，美国的第6代战机还在图纸的阶段，还在设计的阶段，恐怕因为稀土等关键的稀有金属材料没有办法取得所以它的制造一直不断的落后。美国空军的参谋长就说 F-47专案落后中国2型竞争机型4年这样子的落后的距离，未来很难追啊。包括我们看到太平洋美军基地现在严重的老化，好多地方总共有11个美军基地的设施，彭博社去报道去勘察了，发现有很多都是天花板塌陷以及破洞很多霉菌看起来脏脏的到底有没有在维修呢所以这个报道就说可能会削弱对中国的吓阻力。而另外前一阵子我们看到印太司令部现在改回太平洋司令部了这个是美国战争部他们改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美国战争部副部长就说美军的战略重点在第1岛链，所以把印度这个名称给拿掉了。来，我们先请教董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这个潜舰的事情现在突然又爆出来，是因为他总共告4个案子，那这4个案子通通不起诉它里面最大的关键是怎么样？最大的关键就是徐巧芯还有吴子嘉，他们曾经在有一个大家记得那个时间点，他们公布了郭喜跟韩国厂商有一些录音的情况，所以主要是被郭喜告了。那大家可以看这个案子，它其实是非常特殊，会唤起大家的第一，我们的潜舰赖清德还要继续再做下去我们总要做8艘，那大家可以看到第1艘还没交，第1艘该交的是什么时候？一延再延，延到最后告诉我们的时间是去年的11月底，现在又过了8个多月了快9个月了，现在8月了嘛，
其实没有交件就可以看到我们所谓经过每天讲的多么吹牛吹得那么大，最后东西都是没有的。那我们跟美国买的66艘军舰，今年年底要通通交件，现在一艘还没到，现在也是8月了。各位鬼门都开了，这些讲鬼话的人没有人受到处理呀。我讲真的，你可以看看我们的毒油事件，有4个商人被收押了，我们的官员一个都还没有被 A 谈，没有一个官员被 A 谈，表示没事了嘛。大家可以看到毒油事件到现在也是1个多月了，所以你想想，在台湾里面什么鬼故事都有不是开鬼门以后才发生的。但是好，我来讲这个案件它里面讲的最主要就是有3个韩国人来谈要跟我们合作这个潜舰。那讲了一部分，他们找郭喜帮忙郭喜也是海军就是海军司令黄曙光个人的顾问，他的名片就写海军司令顾问黄喜光也不否认。那大家可以看到，黄喜光当然那时候从蔡英文时代一直帮忙做潜舰还没做完就退了。大家看到情况就这样，退了以后去干国安咨询委员，也是领部长的薪水，结果后来也辞掉了。大家看到是不是很诡异？一直交不出舰呐！最主要交不出舰。海鲲号就是每次大家都看到说还在海车，已经海车20几次了，还没交舰。好，那这个时候郭喜跟对方谈了以后，他跟对方讲就是我们可以合作，但是怎么样合作？我借一家公司给你们去参与招标大概是这样的过程但是我没有这个整个过程就被弄出来，就觉得说哇，黄曙光的一个顾问跟韩国在谈这个是不是有点私相授受？所以那时候徐小青在台北市议会开记者会，又跟吴子嘉、张宇先他们在董事长开讲的节目里面又讲，所以他们就通通被告，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了。那后来因为李彦良等于说有一个翻译说其实全程是他录音的他是因为事后要做会议记录。那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这个录音带没有被编造录音带完全没有编造，完全是原文，所以徐小青这些人判无罪。那大家也清楚，吴子嘉那时候指控黄曙光你是不是有贪污？那当然他一个质疑的东西检察官就说这个事关整个国家的安全，全民都在那个那被人家质疑大概也是应该的。我为什么先讲这个案子呢？因为这个案子对我们现在今天立法院在审各种预算里面最主要的就是里面跟经购有关的。大家可以看到无人机全部够，国民党全部给他够。大家看了，其实对台湾很多人来讲，它是股票上涨，可是对我们整个朝野攻防到这里，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到这边就变成完全弃守了？下来怎么办？那下来如果都弃守的话，下来好几个经购案，还有一个无人载具特别条例耶。对，这个是天价跟今天是通过经济部的还有各级学校啦各个机关都在买无人机譬如说林务局可能要来侦测要怎么样今天通过的是这个，那接下来这个就会够嘛如果照这样，那今天我们的今年政府总预算9495亿的国防预算，今天也一并够各位，我们光今天通过的经购跟相关的这些东西大概1兆5千万恐怕都不止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接下来就不得了了。那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一个强大的经购里面刚好我们汉光演习刚结束大家也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政府会演哪一出戏？我由这些情况来跟各位朋友分享下来就是我们所有都是未来几年都是搞经购的钱，我们的钱都是去买经购现在赖清德已经讲了，我明年总预算会超过3%或3%，那他在骗你的啦，他骗你的，因为今年已经超过了，今年是3.32%，他说明年以后我们会超过3%，他在骗你的，今年已经够了那未来在赖清德任内会超过5%，这就是我们在美国的要求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经购，所以未来我们最大的不管是股市上或者是我们政府的开支上，这个是最大的开支啊。那全民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光这样是不够的，也不能满足美国。为什么还要我有一些军事的训练？你看汉光演习哩哩啦啦，
美国虽然说啊，很多人派来看，但是哦，他们表面上好像觉得很满意。我告诉你，美国自己的军队也没好到哪里。我要开个玩笑啊，比我在金门自卫队的时候，比我们自卫队还差。你要跟我们对干，早就被我们干掉了。我看大家都离掉了，美国也离掉了，这边也离，这个不像在打仗啊。就是大家不晓得为什么现在的一点士气。一点那种惊人的精神通都没有，我看的都是很好笑，而且很慌张。是赖老师，前进有没有问题？有嘛？从蔡英文时代一直到现在还在延宕嘛，第一艘都还没有交件呢，都已经是一言再言三言四言。那很多媒体记者或者是专家都在问说，到底什么时候交件？也问过顾立雄啊，也问过。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说，到底什么时候交件？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表了。他已经说，好了就交了嘛。那这个就代表什么？代表有问题了嘛？从去年延到今年有问题了。那第一艘都做不出来，第二艘、第三艘、第四艘，那还要烧多少钱？没有人知道还要再烧多少钱。而且呢，他事实上也还没有真的说交给海军，海军也拿去这个整个演习演练，然后来证明说它是有效的。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数据资料都没有出来，没有出来，你还要造第二艘、第三艘、第四艘吗？这是一个问题哎。我们的钱可以这样烧掉吗？好，现在又要搞无人机了，600多亿啊。那很明显的，官方又是主要的买家，而不是民间百姓。也就是说，不是我们社会的市场，不是海外的市场，而是官方是主要的买家。那请问它的生产成本？还有它的技术，以我们现在看到汉光演习，我们自制的中科院或者是说其他的单位做的这些无人机，它的水平到底怎么样？我想大家看得很明白，在演习中，它本身的载弹量、它的作战能力、它的效能到底好不好？它本身抗干扰能力有多强？其实大家心知肚明。现在却要编这么大的预算，又要把人民的钱、人民的血汗钱烧掉。可是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教育预算啊，把教育搞好，把民生搞好，把少子化的问题解决，把社会问题解决，把我们的老年的问题，还有那么多的问题要解决，结果没有，全部扎在国防上。扎在国防就是你准备要打仗吗？赖清德是不是准备你要在你任内跟大陆好好打一场仗？那以汉光演习这样的一个演习的水平来说，你能打仗吗？能打吗？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在那边看我们的演习这样的情况，你赖清德真的要把台湾带上战场，你已经准备好了吗？你已经把你的儿子、你的孙子都叫回来说要跟台湾共存亡吗？你都准备好了吗？什么都没有，你就基本上就一直编国防预算，一直编国防预算，然后老百姓的死活好像都摆在第二位，只在军方的满足。可是军方真的能够满足吗？也没有办法。那到底是满足谁呢？是不是满足美国呢？美国自己本身也问题很多啊，例如说，川普现在他的航母，他的电磁弹射的航母，一个隐身战机 F-35都弹不出去，谈到这个川普对于这一个航母气得要死，说我在第一任内我就对他有意见了，那么到拜登的4年也没改善，到我现在第2任期已经快一半了，也还是没改善，拆掉，他已经决定要拆掉了。这代表什么？美国的军工企业出了很大的问题，而且很多专家已经跟川普说，这一拆就是几十亿美元、上百亿美元就要耗掉了。他不管了，就是给我拆，因为我连一架这个隐身战机都推不出去，那我要这个航母干嘛？这个代表美国的航母出问题了。那为什么林肯号航母又过了6个月？美国过去的军事经验，他告诉你说，航母的舰载兵，他们最大的容忍度6个月，6个月后部队一定要回来。结果超过6个月了，为什么又第2艘超过6个月？因为美国没有航母可以用了。好，最后一个我觉得更离谱的地方是在哪里？过去我们一代战机的间隔是20年，一代我们叫20年，现在的一代我们基本上是10年。美国的第6代战机已经落后大陆至少4年到5年半代了。所以等于是等你美国的战机出来的时候，中国大陆已经领先你半代，甚至可能领先你1代。那这样的话，美国空军哪有实力？是来请教将军。那美国的上一艘的就是回去的福特号的航空母舰在海上执勤326天呢，是破越战以来最大的纪录。
那现在也换到林肯号，林肯号从去年的11月21号出港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了8个月，已经超过了260天了。你看，那现在这个林肯号航空母舰呢，舰上的官兵最希望什么？他希望那个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来接力他的，开快一点，早点过来，我好交接啊，交接给你，我好回去了。已经超过260天，那种生理压力、心理压力，还有家庭眷属所给他的压力都非常大哎。他现在看到什么？他希望早点看到陆地，没有看到陆地，他已经超过200天没有看到陆地，都一看都是海，每天看海。这种看海的日子啊，你看200天，你看你心里崩不崩溃？那华盛顿号这样过去要多久？过去要20天，20天，但是还看天气，因为如果是有海上热带气旋，它要绕道，它不能全前面有热带气旋，它要绕，不像那个飞机绕就很快啊。航母不是哦，它下面还跟着它的打击群在旁边，前后左右都有，还不要忘了要等后面下面那一艘的潜舰，因为潜舰在下面做水下扫荡，它还快不起来嘞，它等着水下的。所以你看，它调兵遣将，美国总共11艘航空母舰，还有2艘常态在中东地区。那你现在怎么这11艘，1/3是进场大修维修做维保，1/3是做训练，1/3是做作战执勤。那你这样子，你这个训练呢，随时可以由训来转战作战执勤了。你现在为什么调拨成那么困难？本来预定林肯号航母舰到今年5月就要回母港，现在已经8月了。你看又超过3个月。你说舰上的官兵伙食也不好，因为你知道在海上久了，你的新鲜的蔬果都吃光了啦。那你怎么样去？你这个怎么调拨？这个调拨出了一个问题。另外我们来看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呢，要由电磁弹射走到蒸汽弹射去，怎么会走回头路？美国是用的高压交流弹射系统。我们知道这个电磁弹射，它的整个系统件加起来要600公吨，这一套，你回到蒸汽弹射啊，它整个的那个套件啊，2500公吨，你看占的空间多大，重量多大？你走回头路，空间弹出来，重量又重，你要不然要有更多的这些空间可以在航空用油，因为你虽然是核动力的这个我们的航空母舰，航空有还有这些相关的弹药。这些梁模都要放那个空间呢，那怎么会走回头路？我认为有一个问题，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包商的利益，那如果是考虑包商利益，那你这个建军备战，那所谓为何？当然是完全走科技的路，科技不会走回头的嘛，一定走最轻做便捷，而且蒸汽弹射每弹射一架是600公斤的淡水，你这都会有。那你既然蒸汽，那就会有锈蚀，是。那如果是这种锈蚀的状况之下，还会进入腐蚀，对一些相关的这些零组件呢，都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呢，走回头路，对美军的战役来看，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是，可是看起来好像川普总统非常希望改回蒸汽式的弹射，有一些利益，他可能有他的考量哦，我们在这边也不是很清楚。